大家好，我是光虫团队的 Sean。今天主要介绍的是我们在蜡雕过程中最常使用到的这个蜡工机啊、蜡工笔啊，或者这种电子式的蜡工笔，它们在选择上的一个差异，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机器去做会比较好。还有呢，顺便回答，就是许多客人有我们家这台蜡工机，但是呢，常常遇到这个笔线会有断掉的问题，不热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待会在影片里面我会稍微详细的描述一下，让你们以后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降低这种笔线坏掉的问题产生。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要介绍的熔蜡设备有哪一些。首先看到我们这边有蜡工机、快擦式的蜡工笔，还有我们这个简易式的蜡工笔。我们现在介绍的是这一支简易式的蜡工笔，用法很简单。放入电池，按下开关，它的笔头会开始加热。那它笔头是0.3mm 的线去做成的，所以非常的细。如果你今天是像这种注蜡的蜡膜有易蜡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用它去修。那甚至你已经是成品的这种蜡雕件，只是小部分要去修补的话，就可以用它去做填补的动作，比较不会去破坏到整个物件。那这样的一支蜡工笔呢，长期使用下来一定会有耗损，通常耗损都是它的这个笔头。但是呢，不用担心，我们有贩售这个笔头的替代品，所以就算它断了，你也可以很容易把它做修复。那至于它更多的一个使用的细节的部分，其实我之前有录过一部影片，我把它放在这一部影片下面的说明，你们可以去点入参阅。再来介绍的是我们快擦式的蜡工笔，用法很简单，插电它就可以直接加热。笔头是从1mm 到4mm， 比较粗一点点。那它比较适合用在重复性的作业上面使用。举个例子，像我们在种蜡树的时候，我们就是挖个洞把它种上去，挖个洞把它种上去，一直重复性做这个动作，就会适合用到它。当然，如果你的蜡雕物件是比较大型的物件，你需要大范围熔蜡的话，它也非常的好用。只是说，我们刚才提到插电它就会加热，所以当你使用完毕的时候，务必要记得要把插头拔掉哦。再来介绍的是我们蜡工机，也是我们最热销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可以调整温度，而且温度调整的 range 还蛮广的，从大概50-60度、70-80度，一直到250度都可以做一个温控的部分。刚刚前面介绍都没有哦。再来，它有配附4种不同的笔头。像这支针状最常用的，它可以做一些细节的一个修容的部分。再来，球状的这个笔头，如果我要在蜡块上面挖圆洞，我就可以用它很快速的去做一个挖圆的动作。长形的这一支可以做一个平面的修整的动作。那还有这个勺状的，有时候我们要减轻蜡的重量，就可以用它去做挖蜡的动作。那它最高温度呢？我们刚才提到是在250度。一般来讲，我们很少用到这个温度，大部分都是调整3到4这个位置，大概就是70-80度，甚至到100度左右去做一个使用。那你只要开，它就会开始加热。只是呢，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这一支笔线很容易坏掉。那我们后来收了很多坏掉的笔线回来做研究，发现坏掉都是因为里面它其实有一支钨丝线，那个钨丝线断裂。那为什么造成钨丝线断裂的原因？基本上有2个啦。第一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常常会去转这个笔头，或者是说我们要更换头，用旋转的方式把它取下来。可是这样是错误的哦，因为你这样的动作很容易导致这个笔身的部分跟着转动，那里面钨丝线很容易就断掉。所以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拿着工具干嘛嘞？用拔，对，就像拔的动作，不要去转它。真的你稍微需要转的话，也用这种工具稍微旋转它去做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很多人都会开很高的温度，然后人就离开了，然后就让它在那边烧。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耗材，它本身就有寿命，你这样子开其实都在浪费它的寿命。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不操作了，关机，人先离开，回来不差那一下下的时间，让它加热 ，OK 的，这样就可以延长我们这支笔线的一个使用寿命。好，所以综合上述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建议你们是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购这些熔蜡的设备，看你是需要细节的修补比较多，还是说你是重复性的作业的操作比较多，还是你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这个熔蜡设备，像这个蜡工机可以涵盖非常多广泛的一个使用范围。
那这边的资讯呢，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的依据。感谢观赏今天的影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金属加工的知识与技巧，请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的资讯哦。